关于人鱼的传说，这自古以来有很多，在传说中，它们象征着美好，象征着爱情。那地球上真有这种生物吗？那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，看看这人鱼是否真的存在。喜欢的大家可以点下收藏，关注一下。说起人鱼，其实这种生物最早的称呼应是鱼人，而在我们中国，我们则称呼它们为鲛人。而这种人身鱼尾的类人生物，其目击事件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时期。当时的文学家张华曾在古籍《博物志》中写道：“南海有鲛人，水居如鱼，不费之计，其眼能气珠。”他的意思就是南海生活的一种鲛人，他们像鱼一样生活在水中，从事着纺织事业。哭泣的时候，眼泪可以化为珍珠。另外，还有祖冲之写的《述遗记》中也有对鲛人的描述。文章中称南海有鲛人，这种鲛人像鱼一样生活在南海的水中，还能织出奇异的纺织品绞纱，也叫鲛绡，入水不湿，是不可多得的珍宝，一般只有达官贵人才穿得起。而在诸多记载人鱼的古籍中，最具有神话色彩的还要是《山海经》中关于人鱼的记载。在《山海经》中，有关人鱼的记载有4种，分别是灵鱼、底人、鱼腹和赤如。虽然在描述上几种人鱼都略有差别，但几个记载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具有人类的一部分特征，只不过和我们现在认识中的人鱼有些许差别。比如《大荒经》中鱼腹的记载，据说其形象一半是鱼身，一半是人身，但不是上下，而是左右。那么这些记载都是人们想象出来的吗？这个我想没人知道。不过奇怪的一点是，在众多古籍中对于人鱼的记载大多都是宋朝以前，宋朝以后就很少有鲛人的记载了。而除了中国，在日本的民间也有这种类似于鲛人的传说，他们把这种生物叫做鸡鸡。在他们的描述中，这种怪物下半身是鱼形，但脸部却有很大的不同，口裂开，只耳朵，还有尖锐的牙齿，而且头上还长上2只像鹿角的东西，是相当可怕的海妖。除了亚洲，对于人鱼的传说和记载那就更加多了。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半鱼半人类的海妖，叫做塞人。德国传说中的美人鱼则被他们称作为洛雷莱。这些记载是真是假，没人知道。而说这么多，只想说明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似乎人鱼在全世界各地都出现过。而到了近代，有关人鱼的记录也不少，而这些线索还真让科学家们研究出了一些东西。在1990年4月，文具报的一则报道成为了震惊世界的新闻。1990年，一对建筑工人正在索契城外的黑海岸边施工，这挖着，无意中就挖到了一个坟墓，并在坟墓里发现了一个上半身是人，但下半身是鱼的木乃伊。科学家们相信，在他死时约莫有100多岁的年龄。虽然有人质疑这个人鱼很可能就是一条大鱼正在吞噬一个女人，只不过吃到一半时，这个大鱼就死了，而后来经过时间的沉淀，最终就形成了这个我们看到的木乃伊。不过这个质疑我们也就当笑话听一听就好了，不合理的地方太多了。就说真是一条大鱼正在吞噬一个女人，那鱼的头去哪里了？总不可能古代的鱼都没有头吧？而在这件事过去以后，仅相隔了1年，新加坡的联合日报也发表了一篇惊人的报道。报道中称，位于南斯拉夫海岸，美国的一位考古学家发现了完整的美人鱼化石，年代在1万多年以前，腰部以上与人类非常相似，脑部进化的很发达，下身则是鱼尾。这个化石本身保存的很完整，能够清晰的看到这种生物拥有锋利的牙齿，足以撕肉碎骨，将猎偶杀死。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考古学家奥干尼博士也证实了这一说法。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，这具化石是雄性的，大概在12000年以前，它在这海岸的附近出现，可能是因为在一次水底山蟹倾陷时被活埋，然后又被周围的石灰石所保护，慢慢转换为了化石。而这具化石也与一些古籍中记载的人鱼有些类似，它的腰部以上很像是人类，头部发达，脑体积相当大，双手有利爪，眼睛和其他鱼类是一样的，高160厘米。这也再次证明了这种童话里出现的生物好像真存在于真实的世界里。而就在这年的8月，美国也有类似的发现。1991年8月，美国的捕鲨者们在加勒比海海域抓到了11条鲨鱼，其中的一条虎鲨长达18.3米。可当渔民们解剖这条虎鲨时，在它的肺里看到了一具奇怪的骸骨骨架。这具骸骨上身像是成年人类的骨骼，但从它的盆骨出来时却是鱼的骨骼。渔民们虽然不解，但这毕竟是一具看起来有点像人类的骨架，于是就将它交给了警方。警方拿到后立刻就开始验尸，可检验的结果却让众人吃了一惊。经证实，这是一种半鱼半人类生物。后来科学家们对这副奇怪的骨骼做了进一步的研究，还将人鱼骨骼的资料输入电脑，并根据其形状绘制出了美人鱼的样子。参加这项工作的埃辉斯顿博士在一次采访中说，从他们所掌握的证据来看，美人鱼并不是
传说虚构出来的生物，而是世界上确实存在的一种物种。但上述所说的大多都是化石或者是遗体。那么难道近代就没人目睹过活着的人鱼吗？这个还真有，并且还有人录下了视频。不过这段视频是真是假，这个还真不好说，存在着很大的争议。在2013年，位于以色列亚姆镇的人们，很多人都声称他们看到过美人鱼，当地警方的正式记录就有数十起之多。在13年6月，便有人真正拍到了人鱼的视频。在游客提供的视频中，可以清楚地看见一个半鱼半人的生物趴在海边岩石上，似乎是在享受海边的阳光。这个人鱼听到游客的惊呼声，便扭头看了游客一眼，随后便快速爬下岩石潜入海底。这便是当时在网上弄得沸沸扬扬的以色列人鱼事件。但在这件事曝光以后，很多人就站出来辟谣。当时美国的一个部门站出来说，这个不是真美人鱼，就是后期制作，或者是因为人们娱乐而扮演的。而鉴于美人鱼的图片并不清晰，这里还有旅游场地，所以还有人称这可能是旅游景点在利用美人鱼来吸引游客。总之说什么都有，但一切专业人士对视频本身进行了研究，可根本就看不出视频后期处理的痕迹。另外一些人经过放慢这个视频研究时，发现这个生物行动状态和速度都跟人类不一样。在它停在那里看海时，尾巴的状态不像是人类扮演能做到的。另外，除了上身像人类，其身体中间开始以下的部位与人类的整体比例完全不符合。不过这一点也有人说可能是因为视频模糊而产生错觉。而至今为止，这段视频的真假也还没有真正的定律，我们再讨论下去也没有多大的意义。而类似的记载其实还有很多，但过程都很含糊，并不是很详细，我们在这里也就不多说了。但以上我们说的那些证据是不是也可以说明一个问题？或许我们认知中的人鱼与现实中的人鱼并不一样，但我想这也足以证明人鱼这种生物曾经或者一直存在的事实。或许它们真的是人类进化过程的一个分支，也或许它们是跟人类文明并存的另一个文明体系中的智慧生物，而这些都要等待我们去探索。好了，我是关之，那我们下集再见。